Hello， 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哦。我看到这只狮子，没有错，这一次使用的是大震弹。我们简单快速介绍一下这个黑玉狮，它主要是有一个主动技能远程反射，它是施放在对方的单位身上。然后造成对方远程武器会反弹回去，可以使用2次。那它还有一个被动技能守护者之盾，就是范围内的友军法术抗性加 20%。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不过它的血量有点少，不到3000，算我觉得以单体巨兽来讲算稍微有点少，就是要小心不要被起火了。那后面呢，部署了非常多的炮兵哦。这边加农炮2队，3队加农炮，然后1队火箭炮。没有错，看到对方那么多密密麻麻的等等那些介绍到。那正前方呢是由农民长矛兵以及翠玉勇士各5队出来的哦。这样子总共是10队，非常多的肉盾。然后我们的领主是铁龙，那主要是这2个技能啊，这个爆炸型法术以及这个烽火之臂，这个烧得很过瘾啊，坦白讲。然后还带了闪耀长袍，就自己必须要下去作战的时候，还是要放一下。护甲强度加60，很多哦。本身的护甲再加上60上去的话，短时间内是比较不怕任何东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对方这边是蜀人，然后有没有看到这边非常多大炮？没有错，4队的闪电炮，还有1队是精英版本的，这个非常恐怖啊。然后还有大量的4族战属以及4族战属长矛兵，总共是5队加5队，也是10队啊，非常的多。然后正前方是2队的机枪属，还有1队死亡炸弹旧炮。这个相信有看之前影片就知道啊，这个打步兵非常可怕。啊，领主呢是灰先知瘟疫系的，啊，主要就是佩戴召唤那2招啊。因为这个兵表就是我之前在打的时候会使用到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啊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开始进入决斗吧。刚开始呢，一定是炮兵互射啦，而且对方是拥有4队的闪电炮。我们看一下这闪电炮下去，哇，这一队我基本上只开火1次就没了哦。那个炮架就直接散哦，然后这一队是士气直接崩盘，掉了1门炮，然后再看一次，这个炮是还在，但是炮组人员死好多，这个士气也直接崩盘了，真的在跟蜀人对射，非常的危险啊！这个炮架也掉了1个，好，2个炮架都没了。2轮下来，基本上我方炮兵全没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那边贴近。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哇，这个旧炮，这个旧炮的伤害很可怕。1轮下来，将近50%的血量就没了哦。那我们这样子贴上去，粘上去还可以，毕竟是比较便宜的老鼠。我们这边来看，基本上这边近战就会变成这样子，直接黏着，而且对方也知道步兵很多，要配一些绕后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火焰之臂烧过去，有没有烧到重要单位？有烧到机枪属，但是伤害没有到很致命，这个伤害对方是还可以接受的哦。我们看一下这个。然后又不断的丢哦，旧炮
不断的射击。不过还好这几发旧炮其实并没有砸到什么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刚刚一个火焰下来，但是算是放歪了，伤害不是很够。啊，旧炮持续在丢哦，感觉他是在瞄准领主哦。因为我看这个弹道来讲，啊，对方直接在我方后面召唤的风暴害鼠做一个包夹。被包夹单位其实会蒸发得很快哦，你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因为是被夹击，那这边都是混在一起的，对方的数量非常多，还可以有机会在那边分兵啊。那我方的这只单体巨兽发呆了，刚不知道为什么有过去一下，然后就发呆了。又召唤了一队老鼠过来前来支援哦，不要让我方领主太快处决掉这个旧炮队，因为这个旧炮真的让他这样持续打下去哦，我方步兵会受不了。这个东西我要想办法快速解决掉，我不能让这个崩山旧炮留太久。我们看一下，他召唤的一堆这样帮忙，我要斩杀的话要花非常多的时间。我们继续看一下旁边战场哦，这边又放了一个法术，起风啦！这个烧下去应该会非常痛哦，看这个扣血量很可以哦。而且鼠人最怕的就是士气承受不住，然后顺便烧到他们的闪电炮，刚好有烧到不少，让闪电炮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。其实如果被贴得太快，像这样子炮架都贴上来的话，基本上炮兵就没什么作用了。炮兵最怕就是像这种战线在自己面前的，那个炮兵基本上没什么作为。而且如果你是旧炮的话，非常有可能打自己人，连自己人一起闪杀。好，我这边最后还是选择了变身哦。要去抓单位了，但是变身过后，对方开始不断的射击哦，那个闪电炮一发又一发接一发的过来，这时候好像还没有找到目标。那正面这边其实老鼠已经处决掉很多哦，斩杀掉非常多老鼠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机枪鼠在开始射击哦，因为我是先抓这边的，先把闪电炮这边好好处理掉。因为我是发现，虽然说机枪鼠有在射我，但是我觉得我扛得住，因为我觉得他模组所剩不多。这边一个7个人头，一个5个人头，其实这样来讲我是还扛得住。然后就是顺势的一路的去清剿过去，然后这时候发现这个旧炮还好好的，而且它的模组量其实还算可以，它的模组数量其实也算蛮健康的，要想办法去处理它了。好，这时候我的领主就很麻烦的，开始算是被夹击了，就只好先乖乖先处理掉这个机枪鼠。不过走过来其实就被吓跑了。因为我记得变身过后，它是拥有惊骇能力的哦。这边，这个就是鼠人比较头大的地方，因为鼠人绝大多数都是低士气的单位，如果有1-2只单体巨兽这种可以带出惊骇的话，鼠人其实打起来会很辛苦。然后这时候正面所剩无几啊，开始在围剿对方的领主哦。然后我方领主开始再去追对方的败逃部队，要确切的把他追掉。这个也是鼠人非常害怕的地方，就是这种败逃部队被追杀。虽然我觉得我应该是追错单位了，我当时只是看这个单位血量蛮多的，这个回线能力很高，所以想说先去追。然后追一追，发现其实好像那个单位其实活在我叫不怕。所以就放弃那一只，开始去抓其他的单位。
然后对方的领主被打着打着，士气也要没啦。这是蜀人的一贯特色，就是低士气。然后这边开始就是要那个全面性的进攻了。蜀人这时候应该所剩无几了，对吧？都是剩下一些比较廉价单位，而且旧炮其实是还在，但是如果只有旧炮，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。然后这边放了一个闪耀长袍，提升一下防御，继续打。不过其实这个时候放这个也还好了，因为对方领主也跑了，然后这个战力条很明显要压过去了。我们这边加速带过吧，这边就结束了。我们这边来稍微看了一下，刚开始想法是这样子，就是跟对方一起互轰，但是轰着轰着，才非常快的两人交火下来，我发现我方的炮兵全部没了，完全没有办法做事，那只能跟对方去贴近了。那中途其实有用黑玉师放诅咒到闪电炮身上，但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没有看到他去反弹的样子，所以我画面没有去捕捉。可能是我放的时机不对，我时机没有放得很好，所以导致没有去反弹。因为他的那一招的持续效果其实也不长，然后闪电炮其实它第一炮跟第二炮的中间间隔时间，我记得算蛮久的。那它的机枪鼠其实有被法术炸到，主要是机枪鼠很早就是被我方的领主法术炸到，导致他基本上没有办法做事。那崩山旧炮其实我很怀疑他是不是也打了自己不少的老鼠，因为刚刚看他的弹着点的位置，虽然说有炸到我方的人，但是感觉也斩杀掉不少自己家的老鼠啊，坦白讲。那最后那样大混战黏着的时候，其实蜀人他并没有把战线拉得太远，导致这个炮兵没办法发挥。如果战线拉得够远的话，那个闪电炮其实还有一点点作为，不要像刚刚那样子，所有的那个战场全部黏在身边，那你闪电炮基本上是没办法做事。要玩这种大炮战的话，基本上会建议把部队尽可能的往前，让大炮比较有机会做事。虽然说我知道很容易炸到自己人，非常容易，但是就加减换吧。反正通常来讲，你前面应该是会放很便宜的单位，这种便宜单位被换走就算了，无所谓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内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